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的端午节，是在每年的什么时间庆祝呢？它的起源是什么？端午节的习俗和庆祝活动都有哪些？如果想来中国过端午节，哪里的节日氛围比较浓厚？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们会通通都讲给你听。关于端午节，你想知道的一切。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传统文化节日。端午节依照农历是每年的5月5日，所以换算成公历，也就是太阳历，大概是每年的5月或者6月。比如2023年是6月22日，2024年是6月10日，2025年是5月31日。端午节起源于中国，端午2字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西晋时期，一本记录各个地方节庆和地方习俗的书籍。但此书撰写之时，端午节的习俗在中华大地已流行多年。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着多种说法。大多数学者认为，该节日源自古代人对天象的崇拜。根据中国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的考证，端午节是古百越族的节庆。百越人认为龙是族人的保护神，把龙的图案作为他们的图腾。每年的5月5日正是他们举办龙图腾崇拜活动的日子。那为什么是每年的5月5日呢？中国古代人很早就开始探索宇宙的奥秘，为了方便观察星星的运行轨迹，他们将天空分成28个区域，在其中发现了一个长得和龙非常相似的星象。这个星象的出现时间是有周期的，在每年的5月5日，它位于天空正中的位置，这也是端午节名字的来源。因为端的本意是正，午的意思是中。当然，这是历史学家们关于端午节起源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在民间还有一种流传广泛的说法，这种说法就是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一位历史人物屈原。屈原生活的年代推测约为公元前339年到约公元前278年。他是楚国的一位大臣，他提出的富国强兵的政策遭到一些贵族的反对，最后屈原被革职，被赶出京城，流放到现今湖南省境内。在流放中，他依然忧国忧民，写下多首流传至今的著名诗篇，表达他对国家的关心与忧愁。公元前278年，楚国京都被秦国攻破，看到自己的国家被侵略，屈原十分心痛且绝望。他做了一首诗作为遗书后，在农历5月5日那天抱石投江自尽。当地的人们听说屈原投江自尽后，马上划船去捞救，但是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屈原的尸体。人们又担心江里的鱼会破坏屈原的遗体，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扔进江里喂鱼，避免鱼啃食他的遗体。再后来，人们为了寄托对屈原的哀思，每年的5月5日，他们便放舟到江上，并会吃米团做成的食物，
粽子。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的说法，虽然在民间流传广泛，但根据历史学家们的实际考察，这种说法不太可信。因为民间庆祝端午节的各种习俗要早于屈原生活的年代。端午节到底都有些什么习俗呢？那可以说是太多了。因为中国地域广阔，南北东西的地理条件不同，再加上流传于各个地区的关于端午节的不同的故事和传说，所以端午节在各个地方不仅有着不同的名字，还有着不同的习俗。在这里，我们来介绍一些流传比较广泛的习俗。挂艾草，艾草是一种药用植物，它的茎和叶都散发着一种奇特的芳香，可以驱虫、提神。在民间，人们认为艾草还可以辟邪，而5月正是艾草生长最旺盛、香味最浓的时期，所以端午节的时候，人们会采艾草，挂在门上。洗草药水，除了艾草，5月还有许多其他的草药正是生长的旺盛期。端午节期间，中国许多地方都流行采草药，用其煮水，然后用草药水沐浴的习俗。人们认为这样可以治疗皮肤病，洗去晦气，带来好运。戴五色绳，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青、红、白、黑、黄是五行的代表色，也就是象征着吉祥的颜色。所以过端午节时，人们会把这5种颜色的细绳子做成手链，戴在手腕或脚腕上，用来辟邪，给自己带来好运。赛龙舟，赛龙舟自古以来就是端午节最盛大的活动，尤其是在中国南方，赛龙舟可以说是1年中最重要、最热闹的活动之一。各个地区的龙舟大小不一，但一般都狭长细窄。船头挂龙头，船尾是龙尾，船上还经常放置锣鼓、旗帜，有的船体上还有彩绘等装饰。很多地方在正式举行龙舟会之前，还有各种仪式，比如点香烛、请龙神、杀鸡滴血到龙头上，用来祭拜龙神等。在过去，祭拜龙神是一个严肃的仪式，用以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驱邪避凶等。在现代中国，这些迷信的仪式变得越来越少见，赛龙舟活动也少了几分严肃，多了欢乐的氛围，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狂欢活动。吃粽子，粽子是端午节的特色节庆食物，只用粽叶包裹着糯米和馅料蒸制而成，一般是4角形或者尖角形。由于中国南北的饮食习惯不同，粽子也分成了南北不同的风味。从口味上讲，主要分成甜粽和咸粽。北方一般用红枣和豆沙做馅，是甜味的粽子。在南方，咸肉粽比较受欢迎，它里面会放五花肉，做成咸味的粽子，有的还会加咸蛋黄、虾米等进行调味。上面说到的赛龙舟的习俗虽然盛大，
但在没有水的城市里其实是没办法举行的。但是粽子就不一样了，无论生活在中国哪座城市或者村镇里，端午节怎么能不吃粽子呢？有些年轻人在互联网上甚至会把端午节叫做粽子节，充分说明这一饮食习俗在端午节的重要地位。端午节作为中国4大传统节日之一，在2006年被列为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08年起成为中国法定假日，在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如今，不仅只有中国人庆祝端午节，在古汉字文化圈里的其他亚洲国家也有庆祝端午节的习惯。比如在日本、新加坡和越南的端午节也会吃类似粽子的食物，而赛龙舟更是传播广泛，不仅在亚运会上现身，成为比赛项目，并且作为一项集观赏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体育活动，借由海外华人的传播，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欧美国家民众的喜爱。而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虽然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习俗，但端午节是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每年都盼望的庆典。尤其是端午节成为国家法定假日之后，每年端午都会有3天的假期，中国人把它称之为小长假。假期给人们了解和体验各个地区不同的节日传统习俗提供了一个条件，当然也带动了各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如果你想在端午节来中国体验节日的氛围，那么这些地方你可以考虑前往。浙江省杭州市，去看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蒋村龙舟竞渡。相传这是中国古代皇帝也曾观看过的民间活动，还曾赐名龙舟盛会。广东省东莞市，这里的龙舟赛事不是1天2天，而是持续整整1个月。东莞的龙舟赛事历史悠久，不仅规模盛大，还有很多有趣的习俗，比如饮雄黄酒、吃龙船饭、唱龙船歌等。湖南省汨罗市，这里是著名历史人物屈原投江的地方。每年的端午节不仅有龙舟赛事，还有很多丰富又独特的节日习俗。贵州省铜仁市，铜仁有中国传统龙舟之乡的称号，该地政府也大力发展端午节旅游项目。去铜仁过端午，不仅可以在山清水秀之地欣赏龙舟比赛，还可以体验包粽子、编五彩绳等多种节日活动。福建省福州市，福州也有着悠久的龙舟文化，而且最特别的是，在这里你可以观赏到夜渡龙舟的场面，在万家灯火中感受传承1000年的节日氛围。听了刚才的简短介绍，你找到吸引你的旅游目的地了吗？欢迎你到中国来，与我们一起共享端午盛事。AL Language Cafe. Acquire a new language. Leap into a new world.